之前我有一个视频讲过一个藏在壁橱里面的日本女人，要不是屋主开始留意到冰箱里面的食物在莫名其妙的消失，装了监控准备抓贼，恐怕她还能继续的蹭住下去。这是一名无家可归的中年妇女，每天都会趁屋主不在家的时候出动，开始在冰箱里面觅食。为了不让屋主起疑心，她甚至还会定期洗澡，弄得异常干净，不会出现任何异味。据警方调查，这名妇女原来经常游走在那一片区域，小偷小摸的，很有可能在此过程当中就挑选了这家作为自己的落脚点。再加上屋主平时工作忙碌，即使家里出现明显变化都浑然不知。像这样的行为，美国人把它定义为 frogging， 与 frogging 读音相同，字面意思就是寄居、挖居，指的就是像青蛙一样从一个家跳到另一个家，一直偷偷寄居在陌生人家中。他们大多数都是无家可归的人，当然也包括一些以此为乐的年轻人，他们会相互挑战，谁能够住得更久一些。简单了解后，我们可以发现 frogging 的形式不尽相同，有的人只是住几天就会换地方，但也有一些人一住就是好几个月，甚至还可以以年为单位的。可不管是住多久，这都是妥妥的犯罪，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不仅损害他人的财产和隐私，还会威胁到屋主的生命安全，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。通常来说，这些不速之客会在晚上出动，留意好没有开灯的房子，在确认安全之后，他们就设法进入。然而最大的威胁就是屋主随时都有可能回来，所以他们也不敢肆意妄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家里进人了，难道屋主都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吗？实际上，许多屋主确实有过异样的感觉，就比如家里像是来过人，但确实没少什么东西，就以为是自己多心了。毕竟换了谁都不敢相信有陌生人进入自己家中，并且住在同一屋檐下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些寄居的人就更容易得逞了。根据贾里德·马尔维克的描述，他自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，和一群伙伴合租在校外的房子里面。和其他房子一样，1楼、2楼住的都是学生，平时生活作息都差不多，而地下室还有个杂物间，平时都是锁着门的。贾里德他们也都没有在意。而住着住着，这栋房子就开始发生了一些怪事，比如前一天晚上没有人用厨房，但第二天早上发现厨房里面有许多橱柜都被打开了。比如他们偶尔会听到低沉的音乐声，可是没有人在播放音乐。再比如冰箱里面经常会出现陌生的食物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消失。不过因为有好几个学生一起住，他们通常是各自买各自的食物的，所以这些行为都没有引起大家的怀疑。直到有一天，贾里德在家里偶遇了一个陌生人。这是一副陌生的面孔，像是从地下室走上来的，这让贾里德非常的诧异，他立刻叫人一起拦住了他，并且报了警。很快，警方和房东一起来到了现场，搜索了地下室。原来这个叫做杰里夫的人还是同校的一名研究生。地下室有床垫、椅子，还有一些个人物品，其中还包括了一把吉他。秘密被揭穿后的杰里夫显得非常的局促，他随便收拾了点东西就仓皇而逃。据了解，上一任租客在住期间，杰里夫是在他们同意之下搬进来住的，但后来上一任租客退租后，杰里夫并没有跟着一起搬走，反而悄悄留在了这个地下室，前前后后已经在这栋房子里住了9年之久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像这样的寄居者已经算是相对无害的 frogging 形式了，他们只是想找个藏身之处，没有对人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。但是有些人却带着另类的目的偷偷闯入。曾经在康涅狄格州，就有一位刚离婚的男士，为了挽回前妻的心，又偷偷的住进了他的家里面。很快，前妻发现家里经常会出现奇怪的声音，家门口时不时的还会出现烟头和啤酒罐，内衣和珠宝也隔三差五的不翼而飞。到后来，事态越发严重，前妻发现车胎被故意划破，家里又有被翻箱倒柜的痕迹。此时他还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，我想成为你的英雄。后来警方通过对比信件上的掌纹，发现了写信的人就是前夫。不仅如此，这段时间出现的怪事通通都是他干的，因为他对之前的家再熟悉不过了，所以偷偷住在阁楼里。前夫的目的很明显，他就是要捣乱，然后假装保护前妻，目的是两人再重归于好。因为是熟人作案，这起 frogging 案件就显得比较特殊。曾经是最亲密的关系，却利用这一点做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。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在暗处，观察自己前妻的痛苦反应，这算不算是一种精神虐待呢？对于遭受过不速之客的人来说，许多人都很难从阴影当中走出来。在一档 Lifetime 真实犯罪节目当中， Frogging 我家的藏身者这一系列节目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，每一集都是来自受害者的第一手资料，探讨了比小说还离奇的真实犯罪事件。其中这个叫做詹姆斯·坎贝尔的经历让所有人都细思极恐。显然他们一家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2019年9月20日，詹姆斯一家刚刚结束为期1周的假期，回到了位于美国夏威夷火怒噜噜的家中。然而还没进家门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，因为家门口竟然停着一辆自行车。明明在出发前詹姆斯全部都收起来了，保险起见
现，詹姆斯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车里面，独自去开门，果然门被反锁了，而里面的陌生男人正从门缝里面偷看外面的情况。更可惜的是，他竟然还挑衅詹姆斯，这不是你的房子。才1个礼拜，房子就被人霸占了。妻子布列塔尼立刻报了警，詹姆斯则设法进入房子，想把这个男人赶出去。不过仔细一看，更让他生气了，因为这个男人居然还穿着他的衣服，真是把这儿当成是自己家了。然而，本以为让警察把这人带走，麻烦就解决了，可没想到噩梦还在后头。据调查，这位不速之客名叫伊奇基尔·扎亚斯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进入詹姆斯家中的，也不清楚他到底潜伏了多长时间。不过，在被詹姆斯抓住的时候，伊奇基尔还大言不惭地表示，他们不在家的时候，自己有照顾他们家的猫，而其他地方几乎都糟蹋了。就比如厨房里面所有的锅碗瓢盆，只要是能够拿得出来的，伊奇基尔都清点了一遍，摊在了外面。他似乎还制作了某种奇怪的饮品。另外，客厅里面摆满了詹姆斯的音乐设备，有些还是未开封的，也全部被他打开了。最后是主卧，詹姆斯和布列塔尼的衣柜、抽屉都被翻得乱七八糟。可诡异的是，2个孩子的卧室依然保持整洁。伊奇基尔似乎还替他们铺了床、洗衣服和整理衣柜。而最离奇的部分来了，当布列塔尼打开了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，才发现里面竟然保存了伊奇基尔写的日记。日记里面记载了这个家庭的各种相关信息，一看就知道伊奇基尔已经偷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而且他还在床边放了一把刀。这位入侵者的真正意图也随之曝光，他声称自己想当这个家的家庭医生，没错，就是正儿八经拿手术刀的医生，不是孩子们玩的那种过家家。在日记当中，伊奇基尔把内容归为杂食动物实验、老鼠般人类的康复，最重要的是一份计划书，里面写着对詹姆斯和布列塔尼的手术计划。原来伊奇基尔想扮演医生的角色，通过移植四肢、重建生殖器官等手术，将这对夫妇改造成为最完美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布列塔尼还注意到日记当中提到了这对夫妇正在努力进行生育治疗。伊奇基尔还写下了自己的看法，认为他们应该把精力都放在现有的孩子身上。可关于治疗的事情非常的私密，这对夫妇并未透露给任何人。而伊奇基尔又是如何得知他们的医疗消息的呢？可见得他在这个家里逗留的时间远超所有人的想象。不过，最让布列塔尼感到恶心的还是电脑里面的一段视频。伊奇基尔记录了自己光着身子坐在他椅子上面的画面，他再也无法直视那张椅子了。话说看到这里，这对夫妇才想起来，在前段时间家里确实有些不太对劲，就比如电脑的摄像头会在半夜突然打开，明明记得门没有锁，但回家发现门竟然关着，车库的箱子被打开了，房间里面的东西放错地方，狗狗会无缘无故乱叫等等。不过当时这对夫妇并未在意，觉得肯定是自己记错了。詹姆斯还开玩笑说道，家里可能是闹鬼了。据说有一次，詹姆斯在台历上还看见了一句奇怪的话，上面写着：你的康复从今天开始，请像我一样选择一套房子，打扫它，然后设置所有的设备。当时他还以为是妻子留下的，嘱咐他收拾房间，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了。看吧，大多数人都宁愿相信家里闹鬼了，也想不到家里竟有不速之客。事后，伊奇基尔先是被指控入室盗窃，可很快就被释放了。而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安。詹姆斯和布列塔尼也一直都心有余悸，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。毕竟他们差点就在睡梦当中成为了他的手术对象。后来没过多久，这家人彻底搬离了夏威夷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布列塔尼仍然饱受着精神折磨。不是说非得入室抢劫、偷了东西才算犯罪。当有人侵占了你的地盘，甚至是在暗处偷偷窥视你的一举一动，这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冒犯。所以，但凡感觉自己有被监视、被跟踪的小伙伴，一定要告诉身边的人，严重的话立刻报警，尽量避免事态升级发生不测。因为既然他能够做出偷住在别人家里等离谱之事，说明这人的道德底线并不高，更不能期待他是个好人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独居的各位小伙伴们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可怕事情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